我们村的耕地卖了，全村农户都领到了50万的赔偿款，只有我家的地没被村长划进赔偿范围。村长开着新买的奥迪车停在我家门口，指着我说：“你奶奶活不了几天了，你呢，迟早也得嫁人。你家的耕地早晚归我。”围观的邻居不仅不帮我家说话，还骂我们绝户，让我们早点认命。奶奶被当场气晕过去。当晚，我守在奶奶床头，握着她的手，语气冷漠坚定：“奶奶，您放心，1个月后，我让全村人排着队把钱送到咱们手里。”到账提醒的短信提示因此起彼伏，整个李家村都在狂欢。到了，50万！我的也到了，个十百千万，真的是50万！发财了！晚上去镇上最好的馆子搓一顿。我奶奶坐在门口，死死盯着那部老人机，屏幕暗了又亮，亮了又暗，可提示到账的短信始终没有来。王大贵开着他那辆崭新的奥迪 A8，嘎吱一声横在我家门口。他降下车窗，满脸横肉堆着笑：“李奶奶，还等短信呢？这人呢，得认命。您说您一个绝户头，守着那点破地有什么用？早些年要是松口把地让出来，我还能念您个好。现在好了，地被征了，钱嘛没您家的。”奶奶的身体猛地一颤，枯瘦的手指死死攥住背角，指节发白。他儿子王小飞从副驾驶探出半个身子，呸的一声把槟榔渣吐在我家门口。哟，这不是咱们村的大学生李红吗？不是说在城里混的人模狗样的吗？怎么了？连50万都挣不来，还得滚回来啃老啊！他上下打量我，笑得越发下流。要我说，你也别硬撑了，赶紧找个人嫁了，趁年轻还能换几个彩礼钱。等你奶奶2腿一蹬，你也嫁出去了，这地就是我家的。周围的村民哄堂大笑。可不是嘛，一个女娃子读那么多书有啥用？到头来还不是便宜外星人。王村长说的对，他们家连个顶门立户的男人都没有，老太太一死，丫头一嫁，那地空着也是空着，给村长那是物归原主，活该！谁让你家当年非要跟村长争那点地界，争来争去，争出个啥来了？现在公家征地，钱全归了村长，你们家一分捞不着。奶奶浑身抖得像风中的枯叶，她指着那些曾经跟她借过米、找她帮忙晒过谷子的面孔，嘴唇哆嗦着，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，喉咙里发出咯咯的闷响，眼珠子快要从眼眶里凸出来。然后她猛地捂住胸口，整个人直直地朝后倒去。奶奶，我迅速从奶奶的口袋里摸出速效救心丸，塞进她舌下。王大贵在车里看得清清楚楚，语气不咸不淡：“李奶奶这是怎么了？可别死在我面前，晦气！走了。”临走前，他隔着车窗冲我笑了笑：“李红啊，村长伯伯把话撂这儿，你呢，迟早也得嫁人，这地早晚姓王。”奥迪车发出一声咆哮，扬长而去。我抬起头，盯着那辆车的尾灯，眼神阴冷：“我会用这块地教会你们什么叫人心不足，蛇吞象。”奶奶躺在床上，大口大口喘着粗气，浑浊的眼泪顺着皱纹无声地滑落。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女人，在这一刻彻底垮了。我没有哭，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，在她面前缓缓展开。这是我费尽心思拿到的景区整体规划图，图上标得清清楚楚，景区四面环山，进出口只能有一处，缺了我家这一块地，景区入口只能修建成小门。客流量大的时候，景区入口必然要排很长的队，而且景区入口难以修建停车场，这对景区来说是致命打击。景区也出于好意找村长协商过，毕竟景区建成后游客往来不断，这块地若继续耕种，收成必定大受影响，以后肯定会荒废。可村长总以土地归属不明为由，屡屡拒绝。我拿出的这份景区大门规划图，把我家的土地用作景区大门，不仅帮景区解决了问题，还把李家村进出外界的唯一通道给卡死了。换句话说，这不光是景区的大门，也是全村人进出的唯一口子。我拿着图纸，眼神坚定。他们不是想吞了咱家的地吗？现在不用他们吞，我主动给出去。奶奶，您放心，他们刚领的那50万，迟早一分一分全给咱家送过来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走进了景区开发公司的项目部，我把我的规划图拿给项目部经理。项目部经理盯着图纸看了不到2分钟，皱着眉头说道：“我们确实很需要这块地，但是你的规划图把村民进出的道路堵死了，这是为什么？”我拿出手机，把手机里存的那段录音调出来，放在桌上。你们家连个顶门立户的男人都没有，老太太一死，丫头一嫁，那地空着也是空着，给村长那是物归原主，这绝门头嘛！
就是让人吃干抹净的命。录音放完，王总的脸色彻底沉了下来，旁边几个工程师面面相觑，一个年轻的技术员忍不住骂了一句：“这他妈也是人说的话！”王总沉思片刻说道：“我总算是知道，为什么王大贵死活不愿意把这块地卖给景区了。”离开景区项目部，我手里拿着一份盖了章的协议，上面有一句：“本村村民凭票进出，由村民产生的门票收入永久归李红所有。”第二天一大早，王大贵的老婆张翠花就站在我家院墙根底下，扯着嗓子嚷嚷：“听说没有？李红那个死丫头把地捐了，1分钱不要，白送给景区了。我当是什么大学生呢？脑子读书读傻了，放着50万不要，白送。”这不是把金饭碗扔茅坑里吗？隔壁刘婶接话，语气里全是幸灾乐祸。我就说女娃子读那么多书没用，这地一捐，她家彻底完了。老太太一蹬腿，她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了。我端着药碗，一勺一勺喂奶奶喝下去。院子里的门突然被一脚踹开，王大贵站在门口，手里拎着半瓶酒，满脸通红，身后跟着一大群看热闹的村民。他拿酒瓶子指着我，唾沫星子飞了3尺远。你个疯丫头片子，你他妈把地捐了！你知不知道那块地值多少钱？50万！50万，你晓得不？我从屋里走出来，站在门槛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王大贵越说越来劲，酒瓶子往地上狠狠一摔，玻璃碴子蹦了一地。你个绝户头家的赔钱货！老子给过你脸了，让你拿钱滚蛋你不干，非得作死！你以为把地捐了就能恶心老子了？做梦！人家景区拿了地，跟你有屁的关系？你1分钱落不着，白送给人家当傻子！身后的村民哄堂大笑。王村长说的对，这丫头就是个赔钱货，跟他奶奶一个德行，又倔又蠢，活该绝门。这种人家不绝族谁绝族？王大贵3步并2步冲到我跟前，酒气喷在我脸上，伸出一根萝卜粗的手指头往我额头上戳。李红，我告诉你，你捐地也白捐，早晚你还得跪着来求我。你奶奶活不了几天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还想翻身？你连个男人都找不着，这辈子就烂在这破屋里等死吧！我抬起手，轻轻拨开他戳在我额头上的手指。王村长，说完了吧？我的眼神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这种平静反倒让他愣了一下，下意识往后退了半步。说完了就请回，我奶奶要休息。王大贵被我这种不咸不淡的态度噎了一下，狠狠啐了一口唾沫，在我家门槛上扭头就走。走到门口，他回头丢下一句：“老子等着看你哭的日子。”门被他摔得哐当响。我转身回屋，奶奶正靠在床头，眼里的泪已经干了。奶奶不怕死，奶奶是怕你受委屈。我握住她的手，轻轻笑了笑。奶奶，您放心，委屈这东西谁给的，就得谁自己吞回去。5天后，村口传来轰隆隆的引擎声，5辆黄色工程车排成一列，浩浩荡荡开了进来。正在大树下乘凉的村民全傻眼了。刘婶第一个叫出声：“咋回事？这咋还动工了？”王大贵从小卖部冲出来，手里的牌直接掉在地上。不可能！她一个穷丫头，哪来的钱搞施工？村民们像蝗虫一样呼啦啦全围了过去，堵在路口。王大贵冲到最前面，拦住领头的工程车，对着驾驶室吼：“谁让你们来的？这地有争议，不能动工！”施工队长从车上跳下来，是个40来岁的黑脸汉子。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份文件，展开给大家看。这是景区公司盖了章的施工许可，这块地已经完成捐赠手续，产权清晰，手续齐全，全部合法合规。你们让开，别妨碍施工！张翠花尖声叫起来：“他一个穷鬼，凭什么捐地？他是不是借了高利贷？是不是把地抵押给贷款公司了？”身后的村民也跟着叫嚣起来：“对对对，肯定是不正经的贷款！要不要报警？不能让这种脏钱进咱们村儿！”施工队长被这群人整得哭笑不得，摆了摆手：“各位，人家怎么处置自己的地，是人家的事。我就问你们一句，让不让路？不让我可就报警了。你们这叫非法阻挠施工。”一听报警，村民们的势头顿时矮了3分。王大贵咬牙切齿，恶狠狠地丢下一句：“修吧，我看他能修个什么出来，我看他能翻出什么浪花来。”挖掘机的铲斗轰隆一声砸进泥土里。1个月后，一座崭新气派的景区大门拔地而起，闸机通道一字排开，扫码桩、检票口、保安亭，全套设施一应俱全。大门落成那天，全村人都跑来看热闹。王大贵背着手在门口转了2圈，忽然咧嘴笑了：“这傻丫头，还以为捐了地是给我添堵呢。你们瞅瞅，这大门一立，不就是帮咱们李家翠长脸吗？
以后这就是咱们的免费门面，他1分钱捞不着，还白白给我做了块大招牌。他话还没说完，景区的工作人员搬出2张巨大的公告牌，立在了大门口左右两侧。公告牌上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所有人员需凭票通行，票价50元传人。本村村民凭身份证购票，暂无优惠政策。本村村民如有疑问，请联系李红女士。公告一贴出来，现场瞬间炸了锅，刘婶的脸当场就绿了。啥玩意儿？我们还要买票，50块钱一个人，我出村看个病还得花50块钱出门，疯了吧？王大贵更是暴跳如雷，一把扯下公告牌上的纸，撕了个粉碎，冲着闸机口咆哮：放屁！老子是村长，谁敢拦老子进出？把你们负责人给我叫出来！几个保安站成一排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一句话不说，一步不让。就在这时，我的声音从人群外响起来：王村长，别为难人家保安了。所有人齐刷刷回头，我穿着一条素色的连衣裙，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，神色平静地看着这一出闹剧。王大贵一看见我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李红，你搞的什么鬼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没理他，我走到闸机口，抽出那份捐赠协议，转身面对乌泱泱的人群。我把协议举高，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，像钉子一样扎进每个人的耳朵里。白纸黑字写得明明白白，但协议上还有一条附加条款，现在念给大家听听。我清了清嗓子，一字一顿地念道：土地捐赠人李红将土地永久无偿捐赠给李家村风景区，景区在此修建大门及围栏，用于封闭管理。作为唯一附加条件，本村村民从该门进出需凭票通行，此项门票收入归李红永久所有。念完最后4个字，我抬起头，看着面前一张张逐渐僵住的脸。听明白了吗？我嘴角勾起一个极淡的弧度。你们不是刚领了50万吗？有的是钱，以后想出村，1个人50，想进村1个人50，一家老小走一趟亲戚，来回100-200。我不急，钱慢慢收。空气凝固了整整3秒，然后像滚水泼进了蚂蚁窝，整个人群彻底炸了。张翠花第一个尖叫出声：李红，你疯了！你这是抢劫！王大贵脸涨成了猪肝色，一脚踹在闸机上，咬牙切齿地吼：李红，你别得意，我们去告你，你这是敲诈勒索！我微微一笑，把协议翻到最后一页，上面盖着鲜红的公证处钢印和景区公司的公章。告我，随时欢迎。不过王村长，我先提醒你一句，后山那条断崖路还在，不想买票的可以去试试。后山那条断崖路陡得连骡子都打滑，村民们面面相觑，脸上的愤怒渐渐变成了恐慌。王村长，你那天说我没本事翻出浪花，现在你看这浪花大不大？王大贵脸上的血色瞬间退得干干净净。第二天清晨，雾气还没散透，村口就围满了人。刘婶一双3角眼死死盯着公告牌上那几行字，像是要把那牌子瞪出个窟窿来。所有人员需凭票通行，票价50元一人，50。他怎么不去抢？他手里的筷子啪地掉在地上，滚了2圈，沾满了泥。张翠花从人群后头挤上来，一把扯住刘婶的胳膊，嗓门尖的能划破玻璃。这死丫头片子是疯了吧？我们出村还得给他交钱，这是什么理？这是哪门子的理？身后20多号人跟着鼓噪起来，你一句我一句，唾沫星子在晨光里飞舞。又不是景区，这是我们的村，我们自己走了几十年的路。张翠花越说越来劲，一把推开面前的人，站到闸机口正中间，双手叉腰，声音拔高了8度。我问你们，他这破闸机拦得住1个人，拦得住20个人吗？法不责众，我们这么多人一起过，我看他能怎么样？这话像一把火，瞬间点燃了人群。刘婶把稀饭碗往路边一蹲，撸起袖子。对，咱们李家村的人还怕他一个丫头面子？走，一起走，我看他敢拦谁！20多个人像出栏的羊一样朝闸机涌过去。保安老周伸手想拦，被张翠花一胳膊肘顶开。他回头冲人群喊了一声：别怕，咱们人多。闸机被强行推开的那一刻，警报声尖利地响了起来，穿透整条村街。李红就是在警报声里走出来的。她穿了一件灰蓝色的衬衣，头发随意扎在脑后，手里拿着一部手机，镜头对准了闹哄哄的人群。她没有喊，没有骂，甚至没有皱一下眉头，她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在保安亭旁边，手机的录像指示灯一闪一闪。保安老周急得满脸通红，跑过来低声说：李小姐，要不要叫景区那边派人来？这些人不讲理的。李红的声音很淡，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。不用，让他们过，把闸机全部打开，别伤着人。
老周愣住了，李红的目光没有离开手机屏幕，嘴角甚至微微弯了一下，那弧度冷得让人后脊发凉。既然他们喜欢闯，就让他们闯个痛快。张翠花第一个冲过了闸机口，她回头看了一眼李红，居然真的没拦，不仅没拦，还让保安把剩下几个闸机全都打开了。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安在张翠花心里一闪而过，但她很快甩开了这个念头，扬起下巴，朝身后的人挥手。看见没有？他怂了，走走走，都走！20多个人浩浩荡荡地涌出了村口，脚步声、说笑声，夹着几句对李红的咒骂，在清晨的村道上格外刺耳。有人路过李红身边时，还故意啐了一口唾沫在地上。有人提高了嗓门说：“装什么大尾巴狼？还真以为他能翻出天来？”李红一动不动，手机稳稳地举在手里，镜头从每一个人脸上扫过去，像在清点一批货物。等最后一个人走出闸机口，他放下手机，对老周说了一句话：“把名单整理出来，刚才闯卡的每一个人都记清楚。”老周吞了口唾沫，点了点头。张翠花带着人在镇上逛了一圈，该买的买了，该办的办了。刘婶还特意在镇上多吃了一碗馄饨，跟馄饨摊的老板娘骂了李红足足20分钟，骂得唾沫星子都干了，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。一路上他都在盘算着回去怎么跟街坊邻居吹嘘今天这场胜利。李红那丫头再横，还不是被他们20多号人冲得连个屁都不敢放。下午2点，20多人浩浩荡荡地从镇上回来，有说有笑地朝村口走。远远的，他们就看见公告牌旁边又多了一块新的牌子，红底白字，比原来那块还大。张翠花走在最前头，嘴里还嚼着从镇上买的花生糖，含含糊糊地说：“又立什么牌子了？那死丫头又做什么妖？”话没说完，他的脚步骤然定在了原地。新牌子上的字很大，隔着30米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今日闯卡人员名单，下面密密麻麻列着20多个名字。张翠花3个字排在第1个，刘婶排在第2个。名字下面是2行加粗的黑字，上述人员已被列入当日黑名单，24小时内禁止进出。强行闯卡者，景区安保部将依法移交公安机关处理。景区公路全线禁停，违停车辆已拍照取证，并同步交警部门，每车次罚款200元记3分。最后一行小字像是顺便提了一嘴，字体不大，却每个字都扎进人眼睛里。今日闯卡行为已全程录像留存，人脸识别信息已录入景区安防系统。人群安静了大概3秒钟，然后像滚水倒进了滚油里，噼里啪啦炸了个稀碎。什么玩意儿？禁止进出！我家里还炖着肉呢！我的车停在路边，罚200，扣3分，凭什么？一个中年男人猛地跳起来，冲到闸机口，脸上的肌肉都在抖。放老子进去！老子回家还要你批准！老周站在闸机后面，面无表情地指了指头顶的摄像头。这位大哥，你现在说的每一个字都在录像，你要闯我不拦你，但景区的安保人员3分钟就能到，派出所的人5分钟就能到。你选吧。中年男人的手僵在半空中，脸上的表情从愤怒变成犹豫，从犹豫变成忌惮，最后变成一滩烂泥似的垮了下来。一个女人的声音忽然尖锐地穿透人群：“李红，你给我滚出来！”是刘婶，她站在闸机外面，手里的花生糖不知什么时候捏成了碎渣，脸上的横肉因为激动不住的抖动。你凭什么不让我们进去？我们家在那儿，我们祖祖辈辈都住在那儿。我端着一杯茶，淡淡地看着激动的刘婶。刘婶，你说错了。我端起茶杯，不紧不慢地吹了一口。我不是外人，这扇大门产权在我手里，白纸黑字盖了章的。要说外人，现在站在大门外面的是你。刘婶的嘴巴张开又合上，合上又张开，像一条被丢上岸的鱼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从身后传来，2辆白色警用摩托车停在了路边，2个交警下了车，手里拿着处罚终端，对着路边一溜停着的车辆开始拍照贴条。那个刚才还在吼的中年男人第一个反应过来，拔腿就往路边跑。别贴！交警同志，我这就走！交警头也没抬，手里的处罚单递过去。景区公路全线禁停，地面有禁停关线，头顶有禁停标志，你停在这里，按规定罚款200，记3分。中年男人接过罚单，手都在抖。紧接着，后面又有3个人收到了同样的罚单。有一个年轻小伙不干了，梗着脖子跟交警理论：这以前都能停的，凭什么现在就不能了？你们这就是抢钱！这是谁的车？以前没有这块牌子，现在有。你有意见可以去交警大队申诉，但现在把车开走。
或者我叫拖车。年轻小伙的脸涨得通红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最终还是钻进驾驶座，灰溜溜的把车开走了。最惨的是刘神，他忽然一拍大腿，脸色变得惨白，他急得在原地转了2圈，一把抓住闸机的栏杆，声音里带上了哭腔。我放下茶杯，看着他，看了大概5秒钟，然后我拿出手机，点开了一段录音。刘婶的声音从手机里清晰地传出来，那是昨天在大门口，他站在人群中骂得最响的那几句。活该绝户，这种人家不绝户谁绝户？录音播完，我把手机收回去。刘婶儿，你昨天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今天？刘婶的脸白得像一张纸。我站起身，端起茶杯，转身往家的方向走去。走了2步，我回头，语气平淡的像在跟邻居聊家常。复查的号没了就再约，镇卫生院的号现在约的话，大概排到下周3。我顿了顿，下周3出门的时候，记得带50块钱。刘婶两腿一软，跌坐在闸机外面的地上，花生糖的碎渣从她指缝里簌簌落下，混进了泥土里，像一群找不到家的蚂蚁。闸机内侧，那些之前选择观望、没有跟着闯卡的村民们，三三两两地围了上来，隔着闸机看热闹。有人脸上写满了庆幸，有人眼里藏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复杂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替刘婶说话。公告牌上的名单在午后的阳光下白得晃眼。张翠花站在原地，身后那20多个人一个接一个地掏出了手机，对准了闸机口的2维码，扫码付款通行。到账的提示音在安静的午后格外清脆，一声接一声，像一把小锤子，一下一下敲在每一个闯卡者的心口上。我走在回家的村路上，身后收款提示音还在响，我从头到尾没有回头看一眼。村路两旁的屋檐下，几双眼睛透过门缝偷偷地注视着我的背影，那些目光里有忌惮，有怨恨，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我全都不在乎。我推开自家院门的时候，奶奶正靠在床头，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。晨晨，外面怎么那么吵？李红走过去，蹲在床边，握住奶奶的手。没事儿，奶奶，有人在交钱呢。她笑了一下，笑得很轻。调查组的白色面包车开进村口时，车身上印着综合治理4个蓝色大字。王大贵换了件白衬衫，站在闸机口。就是这儿。王大贵指着闸机，声音压不住那股兴奋。私设框架强制收费，严重破坏稳定。带队的干部姓郑，50来岁。李红，有人举报你非法设卡收费，请你配合调查。你们这群没见过世面的，今天让你们开开眼，听见没有？镇上的领导都来了。我把文件一样一样排在折叠桌上。这是公证处盖章的土地捐赠工作书，这是景区与村委会签订的征地补偿协议，这是捐赠补充协议。第3条第2款载明，本村村民从该门进出需凭票通行，门票收入归李红永久所有。4份文件整整齐齐，红色公章在太阳底下反着光。郑主任翻了翻，眉头皱了一下。就算手续齐全，你在村口设卡收费，总得有个说法。我抽出一份复印件放在最上面。景区大门统一票价50元，我的定价权来源于产权收益。郑主任，我收的不是过路费，是景区门票。人群里有人喊，我们又不是游客。我又抽出一份文件。你们确实不是游客，所以我给全村人申请了凭票通行方案。景区规定，周边村民购票按85折，是我争取下来把折扣压到全价，因为这笔收入归我个人，不经景区分成。你们交的每一分钱都在我手里。我们凭什么给你交钱？我看着他，声音不大。那你凭什么白占我家的地？张婶，你说凭什么？他张了张嘴，没接上话。郑主任干咳一声。涉及集体利益的事，要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。我打断他，抽出最后一份文件。郑主任，这是后山断崖路的国土部门安全评估报告，结论很清楚，该路段存在严重安全隐患。如果景区不在这里设置大门，很多游客会不小心走上这条有安全隐患的道路，人命关天，谁来负责？我把报告放在那排文件的最上面。设卡不是我李红要设的，是景区为了安全而设。郑主任的脸色终于变了，他身后那个年轻干部凑到耳边说了句什么，我隐约听到安全责任几个字。沉默10秒后，他把文件拢了拢，推了回来。李红同志，你的手续确实齐全，我们这次是核实情况，不是下结论。王村长，这事儿镇上恐怕不好直接插手，产权清晰，手续合规，你让我怎么管？我劝你也好好想想，
这事儿到底为什么会搞成这样？白色面包车发动，卷起一阵灰尘，扑了王大贵一脸。他站在原地，手里夹着那根烟，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，烟灰碎了一地。我从他身边走过，停下脚步，压低声音说了一句话：王村长，镇上的车出村，也得过我的闸记。郑主任出去的时候，给他免个单。你觉得这个面子，我该不该给？王大贵的喉结上下滚了一下，我没等他回答，转身走了。第二天傍晚，孙德厚敲了我家的门，他和他老婆站在门口，两个人眼睛都是红的。孙德厚老婆脸上的巴掌印还没消，低着头，眼睛不敢看我，只盯着地上的青砖缝。我给他们一人倒了一杯水没催。孙德厚端着杯子，手抖的水洒了一裤子，灌了一口，终于开口：李红，叔今天是来跟你说个事儿。我抬起头：什么事？孙德厚满脸不安。当年你家地界被村里占了那事儿，是王大贵带头干的，而且村长手里有一份存档的原始张良记录，后来他做了一份假的报上去，那份真的记录藏在村委会档案柜最底下一层的铁盒子里，铁盒子旁边有个牛皮纸信封，写着93年存。档案是在2楼最东边那间屋，靠墙的铁皮柜，锁头是坏的，一拉就开。他说完，长长的呼了一口气，整个人矮了2寸。我沉默了大概10秒，然后我从屋里拿出录音笔，按下播放键，一个女人尖利的声音传出来：活该绝户，这种人家不绝户谁绝户？孙德厚老婆的脸瞬间惨白。我把录音关掉，低头看着她：孙婶儿，你听听，那不像被逼的，也不像被煽动的，那像是你心里一直就是这么想的。我从抽屉里拿出笔记本，撕下一张纸，写了几行字递过去。纸条上写着：拿到村委会档案柜里那份93年的原始丈量记录，以及赔偿款发放明细表的复印件。能做到，你家全年通行权打5折，3个月内做到打8折，做不到50元一人，1分不少。孙德厚咬了半天牙，最终用力点了点头：我答应你。第3天，陆续有人来示好。村东头的王建军送来2条烟，说他老婆当初叉着腰骂我家是绝户，头是嘴上没把门，求我别往心里去。村南头的李老三夫妻提着一筐鸡蛋登门，讪笑着说了半天，意思只有一个：他们以后站你这边。我一个都没松口，但我给了每个人同样的回应：拿出点真东西来，证明你说的不是空话。到了第8天，已经有7户人家在我这里备了案，他们送来的东西不尽相同。有人供出了王大贵在征地补偿款发放时做的手脚，有人交代了当年假证是怎么做的，有人送来了一份手写的名单，上面列着所有参与侵占我家土地的人名和日期，每一份我都录了音，拍了照，存进那个加密的文件夹。第8天凌晨，孙德厚翻墙进来，他裤腿被墙头的碎玻璃划了一道口子，膝盖上沾着草屑和泥。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，塞进我手里。拿到了，原始记录照了相，赔偿款发放面细条也复印了。我打开信封，对着手机的光看，第1页发黄的原始丈量记录，方格里的数字清清楚楚，我家土地面积比登记在册的多出将近2亩，地界4至范围与现在界桩位置差了整整12米。第2页征地赔偿款发放明细表，27户的名字和金额，每栏里都有备注，由村干部带领，经手人王大贵。合计一下，王大贵一个人占了这27户的份额，加起来将近53万。我把信封锁进床头柜抽屉，转身看他：你没被人看见？孙德厚摇头：没有，档案室窗户没锁，巷口那条狗认人，没叫。我指了指他的鞋子，鞋底沾了狗屎，擦干净，回去把这双鞋烧了，别扔。孙德厚低头看自己鞋底，右脚的鞋底边上确实沾着一小块干了的污渍。他接过湿巾，擦鞋的时候手还在抖。李红，还有一件事。他抬起头，嘴唇发白。昨天晚上，王大贵把他儿子叫到屋里说了很久。我在隔壁听到一句，王大贵说要让人去扒你家祖坟。我的手顿了一下。知道了，回去吧，路上别回头。孙德厚走出门槛时犹豫了一下，回头看我：李红，我们家的票。我把门关上，隔着门板说了一句：明天开始，票价打5折。我说的。门外传来一个如释重负的喘息声，然后是急促的脚步声，越走越远。当天夜里11点，村长家方向传来一阵动静，是王小飞和他2个兄弟带着铁锹和撬棍，开着那辆破面包车往村西头去了。我站在院门口，看着他们的尾灯消失在后山方向，然后拿出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他们去了村西头林家祖坟。电话那头说：收到，安排。
凌晨2点，我的手机响了7次，每次都是同一组画面。王小飞和他的2个同伙被按在地上，脸上全是泥，旁边是挖了一半的坟坑和散落一地的铁锹。最后一个画面里，王小飞被2个穿保安制服的人架着，嘴角流着血，眼神里那种嚣张气焰被恐惧浇得一干二净。我把这些照片从头到尾翻了一遍，然后把手机放到一边，关灯睡觉。第2天早上，张翠花嚎啕大哭的声音传遍了半条街。我们家耗子被派出所抓了，说是什么破坏文物罪。我站在院子里，把熬好的药端进去给奶奶。奶奶喝了药，问了一句：“外面怎么又吵了？”我接过碗的时候笑了起来：“没事，奶奶，别人家的事情。”当天下午，王小飞和他2个同伙因破坏具有历史价值的林地墓葬被正式拘留。消息传到村里时，我正坐在闸机口旁边喝茶，茶还冒着热气，阳光正好。老周递过来一份打印好的公告，上面写着每周通行数据汇总，以及本周最新一批被列入重点关注名单的人员，都是还在观望的黄色名单上那些人。村民群里炸了锅，有人拍手称快，有人兔死狐悲，更多人悄悄掏出手机查看自己在公告上的位置。外面下午的光落在闸机上，亮得晃眼。那一张张曾经朝我吐口水的脸，在光的这一面灰败、苍白、扭曲。更远处的阴影里，还有人没走出来，那些人的名字还在我的账本上。清晨5点，2辆警车和1辆黑色公务车驶入李家村。闸机口的保安老周远远看见车牌，手抖着拨通了李红的电话：“李小姐，有警车进村了。”我沉默3秒。知道了。我挂断电话，把砂锅里的药倒进碗里，我的手很稳，一滴不洒。奶奶靠在床头，声音沙哑：“外面出什么事了？”我转过身微笑说道：“没事，奶奶，有人搬走了。”话音未落，远处传来张翠花尖利的哭嚎，隔了半条街，刺耳的让人牙根发酸。王大贵被带走时还穿着一条大红色平角内裤，张翠花拖着警察的胳膊，尖声嘶吼：“你们凭什么抓人？他是一村之长！”带队警察面无表情地亮出逮捕证。王大贵涉嫌侵占集体资产、伪造土地文书、非法占用农用土，请配合调查。王大贵被塞进警车时，半个村子的人都醒了，门缝里探出一张张睡眼惺忪的脸，没人敢出声。与此同时，工作组进驻村委会，封存了所有账目和档案。贴封条的人回头看了一眼身后那些脸色煞白的村干部，所有账目全部封存，包括那个铁皮柜子。有人悄悄往后退了半步。5天后的确切消息比所有人预想的都重。王大贵侵占集体资产300余万，伪造土地文书涉及27户，正式批捕，不予取保候审。奥迪车、商品房全部存款查封拍卖。消息传回来那晚，赵老三拎着2瓶酒敲开李红的门，他站在门口，啤酒瓶上的露水顺着他粗糙的手指往下淌，嘴巴张开又合上，最后只说了一句：“那个铁皮柜子里的东西都翻出来了。”李红接过酒放在门边：“进来坐。”拍卖结束后第3天，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，李家村的上空响起短信提示音，不是一声，是一片，此起彼伏的滴滴声从每一间屋子里传出来，密密匝匝，像夏天池塘里的蛙鸣。王老三正在院子里修拖拉机，拿起手机瞥了一眼，然后他把扳手一扔，猛地站起来，膝盖撞在履带上，疼得龇牙咧嘴，却顾不上揉。到了，钱到了！他老婆从屋里跑出来，眼眶通红。5万3。是5万3！隔壁院子里，赵老三听见提示音，手稳了又稳，才拿起手机。他看着屏幕上那串数字，嘴唇哆嗦着，转身对屋里刷碗的老婆说：“到账了。”他老婆手里的碗咣当掉进水槽，撑着灶台，肩膀一抖一抖地哭了起来。全村那被王大贵侵吞了赔款的村民同时收到了钱，数额不一，分毫不差。奶奶的老人机也响了。那一刻，李红正在给他削苹果，他把苹果切成小块放进奶奶手里。奶奶低头看着手机屏幕上那个数字，枯瘦的手指颤抖着，嘴唇哆嗦了半天，眼泪无声滚落。红红，你做到了。李红蹲下身，握住他枯瘦的手。奶奶，您看清楚，这上面的每一分都是咱们家的。到账时间上午10点08分，全村统一。奶奶的那一秒没有晚。李红特意让律师多盯了这一步，我不能让奶奶再等，已经让她等得够久了。王大贵被抓走的第15天，镇上的工作组在村委会院子里召开了一次临时村民大会，没有主席台，没有红条幅，只有一张折叠桌，一个手持喇叭和满院子密密麻麻的人头。
有人搬了凳子来，有人直接蹲在墙根，有人抱着胳膊靠在槐树上。王大贵倒台之后，村长的职位一直空缺。工作组组长站到桌子前面的时候，底下的窃窃私语骤然安静下来。他清了清嗓子，对着喇叭说：经镇党委研究决定，免去王大贵、李家村村民委员会主任职务。新一届村委的产生办法将在审计结束后公布。他顿了顿，目光越过人群，落在最后一排。今天的会，工作组请了一位代表发言。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，我从最后一排站起来，穿过人群走到前面。我没有接手提喇叭，只是把它放在桌上，放在旁边。我的声音不大，却字字清晰，像钉子一颗颗敲进木头里。从今天起，大门的门票收入我不会再装进自己口袋了。人群里溅起一阵骚动，刘婶瞪大了眼睛，赵老三皱起眉头，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：他又要做什么？李红等他们安静下来，继续说道：门票收入的每1分钱，全部注入李家村公共基金。他从文件袋里抽出一张打印好的表格，举到身前。这是基金的第1版规划，修路，先从村口到后山的那条坑洼路开始，装路灯，村主干道的每1根路灯杆，今年年底前全部亮起来。垃圾清运，以后每周3次。不再让垃圾堆在槐树底下发臭。他翻过表格，背面是一张更大的表格，密密麻麻的小字：70岁以上的老人，每年可以申请免费通行证。基金账目每月1号在村口公告栏张贴，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全部公开。谁有意见随时提，我不会再收你们50块钱。他抬起头，看着台下乌泱泱的人群，但你们的钱会用在你们自己身上。台下沉默了。沉默了很久，然后一个粗糙的手掌拍在了一起，是赵老三。他站在第1排，鼓得最用力，巴掌拍得通红。他旁边的人愣了一下，也跟着拍了起来。然后是后排，后排再往后，掌声从稀稀拉拉溅成一片。人群中，刘婶红着眼圈，使劲拍着手。当初跟着张翠花带头闯闸机的那个中年男人，低着头，手掌却也没停下。张翠花挤在最后一排，她面无表情，既没有鼓掌，也没有说话。他的儿子王小飞站在他旁边，脸色铁青，咬着后槽牙，眼睛死死地盯着台上。张翠花在想什么？没有人知道。王小飞在想什么？所有人都看得出来。散会的时候，有人经过我身边，讪讪地打了个招呼：李红，这条路是该修了，以前的事儿，对不住。更多的人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经过的时候朝我点了点头。那点头笨拙而生涩，像一块冻了很久的冰，开始裂开第一道细细的缝。我一一应了，不热络，不冷淡，表情平静得像一面湖水。等人都散了，赵老三最后一个走。他路过我身边时，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：李红，你比王大贵强。我看着他，我没想跟他比。我收起手上的表格，折好放回文件袋里。入夜，村口大门那一排闸机上的指示灯一闪一闪，红光一下，绿光一下，像某种沉默而有秩序的心跳。白天里的喧嚣散去之后，这座大门重新归于沉寂。我坐在保安亭外的折叠椅上，就是我以前坐的那一把，背靠着保安亭的铁皮墙，面前是闸机口，手边一杯茶。茶已经不冒热气了。这条村道我走了20多年，小时候光着脚在泥巴路上跑，后来背着书包走夜路去镇上上晚自习，再后来拖着行李箱去外地上大学。每一次离开的时候，他都想着不要回来。现在他坐在这条路的尽头，哪里也去不了。远处有人走过来，脚步不轻不重，是赵老三。他显然也没睡着，手里夹着一根烟，烟头在夜色里一亮一灭。他看到我，脚步顿了一下，讪讪地打了个招呼：还没休息呢。我点点头，没有多说话。赵老三走了2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我坐在那里，背对着全村唯一亮着灯的闸机口，影子被拉得长长的，投在地上，几乎融进黑暗里。他想说什么，最终还是没有开口。等赵老三走远，我才动了动嘴唇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声音小的只有旁边的空气能听见。以前被骂绝后头的时候，我每天晚上睡不着，想着怎么让他们闭嘴。我把茶杯端起来又放下了。现在他们都闭嘴了，我还是睡不着。没有人能回答我这个问题。以前恨意是一根烧红的铁棍，撑着我的脊梁不弯。现在铁棍冷却了，我反而不知道自己的脊梁是靠什么在撑着。闸机指示灯的红光闪过他的侧脸，一跳一跳。远处新装的太阳能路灯还亮着，那是用基金的第1笔支出装的。一大排从村口一直延伸到村道尽头，暖黄的光铺满了一条路，灯照亮了村口那条路，也照亮了他脚下这一小片地面。而更远的地方依然是沉的、暗的，看
看不真切。路灯上贴着一张纸，纸上是下一阶段的施工公告：李家村主干道修缮工程，预计工期3周。更远处，后山那条断崖路的方向，一个红色的光点在夜色中移动，那是景区施工队正在连夜赶工，将那条土路修成正式的竹林步道。一切都在变得比我预想的更快。就在这时，保安亭里的监控屏幕上闪过一个人影，我的目光扫过去，定格在那个红点旁边的另一个屏幕上，一个瘦高的影子正猫着腰靠近闸机口，手里提着一把铁锹，是王小飞。他以为摄像头是摆设，他不知道我此刻就坐在保安亭外面。我没有起身，也没有喊老周，我只是拿出手机按下了报警键。喂，派出所吗？李家村景区大门有人故意损毁公共设施，监控正在录像。电话那头应了一声，挂断之后，我又拨了一个号码。老周，把今天晚上的监控录像多备份一份，明天早上送到派出所。做完这些，我重新靠在椅背上，看着王小飞扬起铁锹砸向第一道闸机的栏杆，铁锹砸下去的声音在空旷的村口格外刺耳。而在栅栏的另一端，一条狗忽然叫了起来，紧接着一盏灯亮起来，又一盏灯亮起来，然后是赵老三粗犷的吼声：哪个兔崽子砸东西？我静静地坐着，没有回头，听着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密，听着村民一层又一层围上去，听着王小飞气急败坏的咒骂和赵老三怒吼的质问混在一起。我没有回头看一眼，我怕知道王小飞完了，这个自投罗网的蠢货成了压倒王大贵的最后一根稻草。王大贵再也护不住这个儿子了，即便他将来想翻案，想东山再起，他儿子今晚的这一锹也把他所有的后路砸得干干净净，而这一切都跟我无关了。闸机屏幕上今天的累计通行人数跳到了第248次，每一下跳动都是一声清亮的电子音，像一颗钉子稳稳当当的钉在这个夜晚的深处。王小飞被按在地上的时候，铁锹还攥在手里，指节因为用力过度而发白。赵老三举着手电筒，光束直直地打在王小飞脸上，那张脸上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，只剩下惨白的恐慌和嘴角没擦干净的血沫子。人群自动让开一条路，张翠花披头散发的从巷口冲出来，脚上只穿了一只拖鞋，声音凄厉的像夜猫子的嚎叫：你们不能抓他，他还是个孩子。没有人理他。我坐在折叠椅上，看着这一幕，姿势从头到尾没有变过。茶杯里的茶已经彻底凉透了，茶叶沉在杯底一动不动，直到警车尾灯消失在村道尽头，我才站起身来。村口重新安静下来，安静的能听见远处竹林步道施工的机器声，一下一下沉闷而有节奏。那条路原本是全村人都不敢走的断崖路，现在正在变成景区的又一道风景。我低头看了一眼手机，律师发来一条消息：王大贵的案子下周3开庭，证据链完整，量刑建议10年起步。我把手机收进口袋，端起那杯凉透的茶，朝家的方向走去。奶奶已经睡了，我轻手轻脚推开房门，月光透过窗棂落在她脸上，皱纹里的阴影比从前浅了许多。床头柜上放着那只老人机，屏幕上还亮着那条到账短信，她一定是看了很多遍。我给她掖了掖被角，退出来坐在堂屋的门槛上，月亮从云层后露出半边脸，照在院子里那棵老槐树上。这棵树见证了这个家最落魄的岁月，也见证了今天。风吹过树梢，叶子沙沙响，像是什么人在轻声说话。槐树的影子在院子里慢慢移动，远处新装的路灯还亮着，把村道照得亮堂堂的。那条路以前坑坑洼洼，下雨天泥水能没过脚踝。奶奶以前总说这路什么时候能修好，那时候我只能沉默，因为我不知道答案。现在我知道了，下周就动工。我站起身，把最后一口凉茶倒进槐树根下的泥土里，茶渍渗进土里，不留痕迹。